一邊賣房子一邊哭的，你見過嗎？今天是我第二次見，第一次是我自己賣房子，今天賣了一套孔雀城的房子。當初他2017年買房子的時候花了將近150萬，還綁定一個40萬的車位，今天20萬賣掉了。直到簽字的那一刻，他繃不住了，他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就像我當初賣房子的時候一模一樣的。長期以來，一線城市的房價被視為是全國樓市的壓艙石，無論經濟周期如何變化，他們都能憑借人口資源與產業優勢保持堅挺。然而呢，這一次卻徹底打破了只漲不跌的神話。據最新的數據顯示，在全國70個大中城市當中，房價跌幅最大的城市竟然是北京，有的樓盤甚至跌了40%。一些分析者指出，一線城市房子總價原本就很高，往下跌的空间也很大。當市場信心不足、需求收縮、供给增加時，高價資產的調整幅度往往是更為明顯。再過10年，很多人跪在地上求把房子賣出去，你都賣不掉。馬雲早在10幾年前就說了，那就是磚頭瓦塊，房子就是拿來買和賣的，只要房子不能流通，那房子就是废品。现在基本上已成定局。前一陣兒，一個中介朋友告訴我，我家同小區同戶型的一個房子剛成交了，賣了268萬，比我3年前買的這個房子整整降了100多萬。頓時我感覺天都塌了。我是2023年2月換的房，當時是賣了豐台的一套60平米的一居室，全款379萬買了長陽的這套89平的小3居。買完沒多久就趕上了樓市小陽春，同小區同戶型最高漲到了425萬。博主說，原本他心裡還挺美，覺得自己這波換房操作算是踩對了點，結果沒想到很快就被現實打臉。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房價就像坐了滑梯，一路往下溜。尤其是今年，房價幾乎是斷崖式下跌。說實話，房價跌了，誰心裡都會不是滋味。但他轉念一想，覺得事情也沒有那麼糟。畢竟他是買舊房換新房，新買這套是妥妥的地鐵房，交通便利的美話說，生活配套更是齊全，樓下就是超市和銀行，日常所需一步到位。更重要的是，這套房子離小兒子公司特別的近，他乾脆讓兒子把租的房子退了，搬回來一起住。這樣一來，每個月不僅省下2000多塊的房租，還多了許多母子相伴的溫馨時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3年間，房價雖然跌了100多萬，但他也在這套房子裡收穫了滿滿的情緒價值。老公說讓我賣房子，我去查了一下安居客上，我不查不知道，真的一查心態都崩了。就我們這個同小區同戶型的最低的這個掛牌價，而且還是裝修過的，我當時看到我都懵了。掛牌價竟然是69萬。我們當時買這套房子的時候買的還是比較早的，是16年5月份開始買的，当時是買在它漲價的前夕，然後這個毛坯下來還得78萬。我們裝修買家具家電下來，基本上七七八八的也花了14、15萬了，然後再加上這幾年的這個還款的這个利息，基本上都20多萬，就還銀行的這個利息都要20多萬了。我的天呀，人家掛牌掛69萬，連我們那個當時的毛坯都過不住。媽，現在要是賣這套房子，純賠死。今天中介的一句話讓我破防了，我們才買了2年多的房，降了150多萬，每平米降了1萬3。知道現在的房都降價了，但沒想到降這麼多。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掙的錢，還有每個月1萬多的房貸，心裡拔涼拔涼的。現在用心如刀割，欲哭無淚，懊悔不已，都不能描述我的心情。當初買的時候有多高興，現在就有多慘烈。回想當初買房是北京的政策剛放鬆，交夠5年社保就可以買房，前幾年外地戶口是不能買房的。博主說，她和老公當初選的這個小區，綠化物業各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又緊挨着3環。雖然是二手房，但在這一帶算是品質不錯的小區，無論是出租還是轉手都很有市場。她當時也想着，萬一哪天要再買，這套房子應該也不愁出手。那時候租房每個月要1萬，價格不算低。她心裡盤算着，與其把錢交給房東，不如乾脆買一套自己的。
北漂的人誰不想在北京有個安穩的家呢？於是看了2、3天，他們就下定決心買下這套3居室。誰能想到，才2年多，房價就跌了這麼多，他心裡也不好受。但他轉念一想，雖然房價縮水了，可他們終於在北京有了屬於自己的家。看着孩子們在客廳裡開心地蹦來蹦去，那種踏實和幸福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這北京的房東啊，賣房子簡直太難。今天呢，帶了一個客戶去看房，朝陽區的，看了呢大概有個3、4套，其中有一套房子后现代城的一個新裝修的2居室，裝的還是比較好。客戶看完之後就覺得這個房子可以，業主呢也是自住的在房子裡業主跟客戶聊的也是比較好就感覺也比較好。然後呢就下樓了，我就問客戶啊，我說哥，這個房子感覺怎麼樣？他說我看上這個房子了，他說你跟業主聊一聊，看看價格多少錢。我說可以啊。客戶讓中介把業主約出來聊一聊，業主很快到了中介公司，坐下後直接問客戶願意出多少錢。客戶慢悠悠地說300萬，當時瞬間冷場。中介提醒他別砍得太狠，客戶卻說那加10萬，310萬，不行我就不買。業主氣得當場拍桌子走人。中介追出去，業主說3個月前有人出500萬我都沒賣，他現在竟然出310萬，這也叫報價。說完轉身就走了。中介感嘆，他幹了15年的中介，沒見過這麼離譜的砍價。北京賣房的業主真的太難了。姐妹們誰懂啊？我們買了3年的房子，因市場下行跌了70多萬，就像每天在割肉。現在每月北京房貸12000多，老家房貸2000多，共計15000。當初首付169萬，剩下都貸款。買房時就想有個家，不用居無定所。可現在首付跌了一半，我倆來自農村，首付都是加班熬夜、省吃儉用的血汗錢，感覺幾年白幹了。博主說，這段時間他一直很焦慮，但房子既然是已經買了，也只能是硬着頭皮往前走。她和老公拼命的加班，可每個月還完月供，再扣掉生活開銷，幾乎存不下什麼錢。老公常常安慰她，房子是剛需，我們又不賣，房價漲跌其實跟我們關係不大，別再內耗了，至少我們有了自己的家，不用擔心房東一句話就趕人。她說，每天雖然很累，但一想有個小家，有個可愛的閨女，就覺得這一切都值得。我最近看了一下，我們自己買的房已經跌了小100萬了。現在回頭看，我當時真的是誤把結婚買房當剛需。今天就跟大家淺淺的聊一下我這幾年成長以後關於買房的體會。就只要你在北京看過房，你一定就會知道什麼叫做買得起的看不上，看得上的買不起。這裡真的就是很難用普通人能夠承受的心理價位買到居住環境、通勤距離、學區屬性都讓人滿意的房子。我自己也覺得有一個穩定的住所會很好，租來的房子再怎麼樣你也不可能把它裝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博主說，在北京的核心地段，房價動輒10萬一平，5、6百萬的預算，往往只能買到沒有電梯的老破小，或者是布局混亂的回遷房。在過去房價一路上漲的時代，雖然居住條件一般，但至少看到手裡資產在升值，持有體驗也不錯。可放在現在這個市場，如果背着貸款，你每天看到的不是房價上漲，而是不斷往下掉，利息一分不少的還着，房子一年跌掉的錢，甚至比自己一年打工賺的還多，整個人就會有種白幹了的挫敗感。當然，也不是沒有便宜點的新小區，只是每天得花上2個小時通勤，擠地鐵擠到懷疑人生。博主小唐表示，北京周邊的房價如今真是大幅的縮水。當年花100多萬買下的房子，現在只賣30多萬。這些房子大都是在2018年至2020年間入手的，正是房價高峰期，每平方米要1萬多。當時就比如說這棟樓吧，是吧？當時帶着裝修嘛，12000多吧。12000多。對，具體總價呢，你就得看買的平米数了，是吧？現在賣多少錢呀？哎，現在別提了。像這種沒住過人的全新二手房，賣上4000，着急賣的還能再談，一套房子賠了將近100萬，
差不多吧。你要像这儿的別墅都賠200多萬，反正是總的來說就是你當時買的越大，現在賠的越多。房價跌30%，自住房賣不賣？別等反彈了，能漲回來的2種可能，要麼等收入翻倍，猴年馬月，要麼惡性通脹，錢變廢紙。關鍵是現在房價收入比仍世界第一，還沒跌到底。北京的房價又降了，現在北京房子大概跌到了2016年8月的水平，有些地方跌得狠的，跌了40%，跌得輕的跌了15%。今天中介打電話給我，說北京現在基本沒有小區不跌的，問我要不要趁這個時間撿漏，說的我還挺心動的。我和老公北漂11年了，雖然在環京的大廠和燕郊各買了一套房子，但始終沒能在北京上車。沒孩子的時候，我一直覺得在北京租房住也挺好的，想住哪兒就可以租在哪裡。博主說，有錢的時候可以租好一點的房子，收入緊張的時候呢，就租個便宜的，靈活方便。但自從懷孕以後，她一想到未來要帶着行李和孩子不停地搬家，心裡就不是滋味。大人怎麼折騰都行，但總覺得委屈了孩子，因此她開始認真考慮在北京安家的事。老公這段時間在外地出差，等他回來，她打算和老公好好商量一下買房的事情。我們是22年年底在北京買的5環邊上的房子，加上中介費一共花了300萬，裝修花了20，貸款25年，利息80萬，以上合計400萬。最近估計房子賣不出去了，小區的電梯和樓道裡都是賣房的小廣告，跟我家一樣的戶型標價218萬了，估計成交價比這還要低。這才過了1年的時間，差價80萬，首付基本上跌沒了。300萬的房子跌到178也並不是沒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會更低。當年就是從100多漲上來的呀。只是這裡面有的人賺了，有的人把半生的積蓄都搭進去了。說啊，外地人能在北京有房就算很牛了。錯，有房也要分怎麼個有法。如果你是全款買房，而且房子地段好，房價降幅在10%以內，那你很牛。如果你是貸款買房，那就不一樣了。我們來算一筆賬啊，我2019年買的房子全價是600萬，首付30%，貸款30年。假設這個房子現在降價了20%，那現在的價格就是480萬。那如果我有什麼急事兒、急需用錢或者其他理由想把它賣掉，那我能得到多少錢呢？博主算了一筆賬，房子如果按480萬賣掉，扣除還沒還清的368萬貸款本金，他可以拿到112萬，再減去中介費，最後到手大約是102萬。這6年他的月供一共還了162萬。加上當初180萬首付，總投入是342萬，如今只拿回了102萬，相當於虧了240萬。他無奈感嘆，10年的奮鬥像是全打了水漂。我們家房子買了也就4年多，買的那會兒450萬，但最近看了一下房價，好像都不到300萬，降價了，感覺得有小200。這是我最近一北漂的朋友找我聊天說的。我也在安慰他，因為大家情況也差不多。其實我們当年買房那會兒啊，也知道啥是学区房，但是你其實還是兜裡沒那麼多錢，誰都想一步到位住大房子。當時也是想着，哎呀，先買一個房子上車，等着未来如果條件好了，咱們再去改善嘛。我們也一樣，也都降了不少。现在北京的二手房市场降了到底有多狠？今天大鹏呢，用一个真實的案例給大家看一個啊。3年前這個戶型我1200萬賣了。然後前天的時候呢，同樣的戶型870萬成交，又是同樣的戶型，這個房子，而且還是2次裝修的，房東一直自己住，164平，3個臥室客廳，並排朝南的。現在是報的是900出頭，但是空間呢還是有的啊，可以商量。整個北京啊，最難賣的房子，也是北京最便宜的房子。當初單價多少錢？4萬多1平米，現在一路降到了1萬3、4。就是眼前現在這套90平米的小3室，總房款130萬，首付8、9萬，月供的話5000左右，比您租房都要合適。這可不是公寓啊，也不是回遷房，是正規70年產權的房子。看一下南北雙通透的一個好戶型，1梯2戶的設計。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